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沈频道，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这期节目想跟大家聊两个女孩，一个可恶，一个可怜。这两个女孩都是最近的新闻人物，其中一个我们先说可恶的那个，是中国的一个歌手叫王芳，专门唱爱国红色歌曲的。她的老公是中国知名的五毛大 V，中共的御用文人周小平。王芳这夫妇他们之前做的事情就已经很恶心了，这次他又恶心了全世界所有人，甚至引起了乌克兰政府的强烈抗议。就是王芳参加了一个中国的代表团，都是这个中国官方的一个外围的选手就是为中共抬喇叭吹轿子这些人大内宣兼大外宣他们一起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到了乌克兰的被俄罗斯占领的一个城市顿涅茨克，然后他们还去了这个城市的一个知名的歌剧院，叫做马里乌波尔歌剧院。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大轰炸，就是当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轰炸了这个歌剧院，而当时有几百名乌克兰的平民躲在这个歌剧院，结果被轰炸身亡。乌克兰政府指责俄罗斯不仅侵略自己的国家，他们还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等于是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大屠杀。而就在这个歌剧院当中，因为这个城市现在已经被俄罗斯占领了嘛，这个中国代表团去了之后，王芳在这个歌剧院高唱苏联爱国歌曲《卡秋莎》，这个影片还放在网上，一下就轰动了。卡秋莎站在俊俏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王芳自称是爱国歌手，可是他到了俄罗斯去唱苏联的这个红色歌曲，那你爱的是哪门子国？你爱的是苏联，爱的是俄国，爱的是你俄爹。而且更何况你唱这个歌，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为侵略者而歌唱，你这难道不是在歌颂一个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吗？先不说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你到底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这些都先放在一旁，就是你作为一个正常人，你连最基本的人性都没有了吗？当然对这些人来讲，人性不重要，是非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表现出我对中国的热爱，我能不能舔共舔出花样来。中国不是在国际舞台上支持俄罗斯吗？那俄罗斯做的什么事情都是对的，他哪怕是大屠杀，我都要去为其歌颂，因为我要证明自己是爱国的，我要讨好中国共产党。他们夫妇两个其实都在做同样的工作。而王芳的这场表演被很多网民攻击之后，她的丈夫还站出来了，周小平发了一个微博，说坚决支持我夫人的无畏行为，并且还称他的夫人是战地玫瑰，说王芳的演唱让当地居民表示深受鼓舞，因为他们一直都在抵抗北约雇佣军和乌军的各种袭击。你看他为了合理化他的老婆的行为，他要颠倒是非，说的好像是北约和乌克兰在侵略俄罗斯似的。而且他夫人有什么无畏的？这战争都打完了，这个地方已经被俄罗斯占领了，你过去到一个歌剧院，这冒着什么风险了？我就很奇怪，乌克兰会学俄罗斯这样去轰炸这个歌剧院吗？不会。只有俄罗斯，当然还有他背后的中国，这种丧心病狂的专制国家，这种独裁者才会干出这种反人类的罪行。所以乌克兰外交部就直接点名说，王芳在马里乌波尔的歌剧院废墟上的表演是道德沦丧的案例，并且还对中国政府喊话，说乌克兰政府是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那么希望中国也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有公民在马里乌波尔停留，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进入这个被临时占领的乌克兰城市到底是通过什么途径来的？那还用说吗？对吧？我相信乌克兰也清楚，当然就是中共的宣传部门让他们去的，而且由俄罗斯来配合。他们的表演也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甚至王芳的这一嗓子还让他登上了俄罗斯的官方媒体，受到了好评。中国跟俄罗斯沆瀣一气，当他们决定这么做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缺在后面给他们抬轿子的那些御用文人，或者吹鼓手，或者是这些唱爱国歌曲的歌手，想找一大堆，想去的人一大堆。为什么？有好处，有利益，因为你可以为这个政府做事，不仅毫无风险，而且还能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当你找到了这个爱国的密码，同时也几乎意味着你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和对正义的坚守。用句俗语就是你的良心被狗吃了。这个时候中国的党媒大佬胡锡进也跳出来和稀泥，一方面说他不支持王芳这么做，同时他又觉得说王芳这么做没有问题
就是两边谁都不得罪。其实他心里清楚，王芳这么做实际上是符合中国的宣传，当然也符合俄罗斯的宣传，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这儿就是俄罗斯的土地，为俄罗斯的入侵进行合理化。但是他又知道有些人是对王芳这么做是很反感的，胡锡进又说他不支持王芳这么做，所以总之胡锡进就是各种各样的左右逢源。但是即使他再把自己包装的这么完美，他还是有很多漏洞的，他最终还是要讲我更多的同情俄罗斯，他还是更多的支持俄罗斯而不是乌克兰。当然了，你的主子，你背后的大佬是支持俄罗斯的，你当然会这么说。胡锡进这种人我们就不再提了啊，容易脏了我们嘴。好，下一个人除了这个可恶的人以外，还有一个可怜的人，也是个女孩，她最近也成为了一个新闻人物，甚至被中国的很多的媒体拿出来调侃。这个人叫王怡，她最近刚刚去世，年仅37岁。她的死亡现在被中国的很多的媒体说成是在日本饿死了。这种说法当然是无稽之谈，在日本不可能有任何人会饿死啊，就是穷的饿死。但为什么王怡被中国的很多媒体说成是饿死呢？因为王怡他本人曾经在网上发表过一些言论，是反共反华的言论，他甚至有些言论很比较极端，可能让人觉得很不爽。但是不管他是不是极端还是温和，但是他都是在批评中国政府。我们就随便讲几个案例，比如说他怀念遇刺的安倍晋三，还有吐槽过中国的污染很严重。当然更不要说他转发了很多反贼们的言论啊。虽然他自己讲话也只不过是在推特上面只言片语啊，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像我们这样做一系列节目来反映中国的这个现实，但是他从只言片语和他的这个社会关系来看，他是个非常典型的大反贼啊！而且他甚至还讲过一些比较过激的言论啊，说中国是支那，说把中国和平，也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当然我们只把这种说法当做一种发泄。这个人他过去其实在中国境内就参与到一些媒体的创作，那这些媒体都被看作是自由派媒体，就是支持改革开放，支持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这些改良派的媒体，所以他本人在中国就已经被看作是反贼了。后来他又润到日本，但是因为他很明显的得了厌食症，然后慢慢的这个人也非常的消瘦，最终真的饿死了。这种饿死是打引号的啊，他死之前已经是非常严重的营养不良了。而中国的媒体怎么去塑造他呢？就是故意的把他的这些反对的声音和他的厌食症身亡给联系在一起，说他就是因为反对中国了，所以他现在饿死了，所以他现在穷死了。看，你们反对中国没有好下场吧？大概就是隐含着这个意思。所以很多的中国媒体我看到都在这么讲，而且还否认他有厌食症。我觉得非常明显，几乎都没有什么悬念啊！你看他的这些微博的照片，你看他曾经的这个表述，都知道他就是有严重的厌食症的。但是有厌食症不代表就不吃饭 ，OK？ 他也得吃饭，但是他吃饭这个营养摄入非常非常低，所以就可能导致身体机能衰退，一些器官的衰竭。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可能就是暴毙，而且他自己讲过，在日本语言学校摔倒过很多次了，最终他还是没有被抢救过来。那么你说他留在中国，他的厌食症就能够解决吗？很难说，不知道。但是他去日本是他自己的选择 ，OK？ 我相信他并不认为他润到日本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他也从来没有表达过他后悔。那最后他得了厌食症而身亡，那只能说这是他的人生悲剧，是一场事故。这跟他的政治立场，跟他反对什么，支持什么，跟他去日本留学的决定，这都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这个人他去的是阿富汗、伊拉克，说饿死了，有可能相信，但是他去的是日本啊，日本的福利制度，日本的条件，还有这么多的这个他的所认识的朋友可以接济他，真的家里揭不开锅的情况下，他真的求助一下过去的同事和他认识那些已经润到日本的那些过去的大 V 们，我相信没有几个人会拒绝帮助他。而且他跟这些人的关系，过去的关系都很好，但是他并没有向这些人提出求助的信号。就算没有朋友帮，日本政府也不会眼睁睁看着一个留学生在自己的国土饿死。日本的社会是一个公民社会，它有很多的救助机构，有很多的渠道可以获得粮食，获得资助。他如果想，他一定能够得到。但是为什么有人就说他是饿死的？
那是因为他的厌食症导致的，所以说他写了希望自己不饿死，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期待。这个不饿死的意思是不想因为厌食而饿死，并不是害怕没有粮食而饿死。而且王一一直在东京的日本语言学校，学费也不便宜，虽然他后来说有点交不起学费了，但是这个学费你一直能够在这儿读书，说明你还是在交学费，说明你还是有钱交学费。而且东京的物价相对来说比其他地方都要更高，说明王一并不是缺金缺到吃不起饭。而且他的英文成绩非常好，曾经就职于一言和大信公会这些中国国内的媒体。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有能力的人，而且他又生活在一个全世界最富裕最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他是不可能饿死的。我记得1年前我还找人帮我写稿，我还心想，如果曾经给大象公会撰稿的人如果能够帮我撰稿，那太好了，我给的工资也不至于他能在日本饿死啊。当然我那时候不认识他，没有跟他取得过联系。我的意思是以他的水平想找份工作，任何的这个相关的工作都能够维持生计。总之他的个人境遇如果很差的话，也不能够否定他的一些政治立场和他的政治判断。就像世界历史上很多的大艺术家一辈子穷困潦倒，那能证明他没有才华吗？能证明他作的曲画的画是水平很差吗？并不能。同样的道理，就算我们都反共，但是每个人可能境遇的差距也有很大。其实每个人就算是政治立场相同，但是也不一定能够成为朋友，也可能有些人的人品很差，即使他的政治立场跟我们是一样的。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你不能用政治立场来衡量一切。总之，愿这位女孩能够安息。好，这期节目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